今天给大家讲一部有关超自然的奇幻惊悚片。该片的剧情设定和构思非常奇葩，而结尾的逆天反转也着实令人震撼。试问，如果世间真的有神明的存在，那么它究竟长什么样呢？故事开始，在南非一个神秘又静谧的原始森林，护林员金姐和老田惯例闯了进来。他们平时的职责是巡查和取样，可这一次却出现了致命意外。金姐在使用无人机扫描路况时，监控里却猛然出现了一个人影，紧接着无人机便失去了信号。意识到森林里可能有偷猎者，于是金姐决定上岸去看看怎么回事。老田表示自己留下来继续巡查，然后1小时后两人再做会合。与此同时，在森林深处有2个野人正背着一架无人机，很显然刚才金姐看到的人就是他们。随后两人蹲下来开始设置陷阱，此目的是为了捕捉小动物用来充饥，而到处生长的蘑菇也是他们的食粮。不过在采摘之前必须戴上口罩，因为从蘑菇中会飘出一种孢子粉，这种粉末在森林里是极度危险的存在，一旦沾染必将会导致人体发生变异。只有等到孢子粉全部消散，他们才能将蘑菇摘下来带走。稍后时分，金姐没走多远便在森林里迷失了方向，还不小心踩中了野人设置的陷阱。看到锋利的木削已经贯穿脚掌，她只好呼叫老田前来救援。然而此时的男人正在某处采集信息，粗心的他并没有携带对讲机，眼见迟迟没有回应，金姐只好无奈地开始自救。而痛苦的叫喊也惊动了工作的老田，预感到同伴可能有危险，老田迅速回到了船上，但却因为紧张将设备滑到了水里，这下让他只能再想办法，也因此与同伴完全断了联系。另一边，金姐简单包扎了下伤口，然后颤巍巍地开始寻找出路。随着天色渐渐暗淡，一抹灿烂的红色出现在眼前，此时可怕的孢子粉到处都是，可不知情的金姐却毫无察觉。来不及思考太多，疲惫的她只好朝着光亮的地方出发。不久后，在尽头看到了一间小木屋，金姐便毫不犹豫地闯了进去。或许是身上有伤，有些恍惚的她开始猛烈咳嗽，不曾想竟咳出了一颗种子。刹那之间，金姐突然从梦中醒了过来，原来她在极短的时间内做了一个噩梦。这时白天的2个野人破门而入，为首的老头还掏出了一把武器。在肯定金姐并无威胁后，屋内的紧张气氛才得以缓和。经过简单介绍，年长的老头自称强叔，另一个男人则名叫阿伟，他们是一对父子，且已经在森林里生活了很久。两人并没有为难金姐，还好心的给她治疗了伤口。依据强叔的描述，他曾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生物学家，多年前和家人来这里探险，可妻子却意外命丧于此。后来他索性带着儿子留了下来，并从此过上了茹毛饮血的生活。虽然强叔侃侃而谈，一脸轻松，但他的儿子阿伟却十分不自然。原来这个男孩已经有18年没有见过女人了。同一时刻，外面的老田迟迟没有找到金姐，还祸不单行地掉进了一片沼泽。这时不远处有个身影突然跑过，激动的老田赶紧爬上岸。他本以为刚才的身影就是金姐，可不料迎来的却是诡异的声响。老田下意识地躲到了树干后面，而当他想回头仔细看清时，眼前竟然出现了一个人形怪物，如此恐怖让他震惊不已。怪物也开始肆无忌惮地嘶吼起来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跑不动的老田躲在了一棵树下，可此时耳边却传来了滋滋作响的声音。只是眨眼的功夫，老田还是成了怪物的一顿美餐。次日清晨，强叔检查完金姐的伤口，随即让儿子过来进行包扎。望着眼前从未见过的光滑身体，男孩本能地咽了咽口水。此时金姐因为疼痛陷入了昏迷，阿伟则偷偷抚摸了她的大腿。恍惚之间，金姐的手臂上长出了几朵黑木耳，紧接着她从惊吓中醒了过来，看到身上果然有奇怪的东西，她只好又忍痛拔下了它们。剧烈的疼痛让其又一次梦醒，原来这竟然是梦中梦。可就算是刚才的只是梦境，但身体的痛楚却依然还在。看到强叔两人去寻找食物离开了家，于是金姐赶紧再次呼叫老田，对讲机里的回复断断续续，听不清楚，似乎对方也遭遇了险情。其实仅仅是经过了一个晚上，老田的身上已经长满了真菌，而此刻的他也俨然成了一个怪物。为了能够尽快联系到老田，金姐在屋内找到了一堆枯草，然后点燃它们产生了浓烟。这一做法正巧被打猎的强叔看到，他赶紧带着儿子赶了回来，并提水急忙浇灭了火焰。强叔告诉金姐，森林里潜伏着一种真菌怪物，如果此刻生火的话会招来他们。当天晚上，金姐还想尝试联系老田，但强叔却说那个老田应该已经成了怪物。金姐很疑惑这样的回答，并询问老头到底是什么人。而随着强叔的缓缓讲述，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浮出了水面。19年前，强叔带着患了癌症的妻子来到了这片森林，他们打算在此度过最后的时光。1年后，妻子离开了人世，可他在最后时刻却生下了阿伟。为了能够在森林里活下去，身为生物学家的强叔竟意外发现了一个秘密：空气中飘荡的孢子会让生物感染真菌，并慢慢的蜕变成真菌怪物。但森林深处还有一棵神奇的树洞，它在吸收新鲜的血肉之后，会快速的长出一堆小蘑菇。吃了蘑菇不仅可以使人对真菌免疫，且还能包治百病。自此以后，被颠覆认知的强叔便不再相信科学，反倒是认为树洞就是大地女神盖亚，而世间的一切也都不再重要。听到这里的金姐觉得很荒唐，但看看自己的伤口竟然已经愈合，莫不是老头讲的都是真的吗？可不管怎么说，
自己无论如何还得离开这里，毕竟周围的一切都太过诡异。深夜时分，一个如蛇般的触手正在爬向金姐，所幸强叔及时捂住了他的嘴巴。原来白天的浓烟还是引来了怪物，不明所以的金姐靠向墙边，父子二人则严阵以待。这时有一个更大的触手伸了过来，直接吓得金姐原地炸裂，眼疾手快的强叔一刀阻断，并迅速捂住了自己的口鼻。此时沉着冷静的阿伟并不慌张，他在等待真菌怪物破门而入。讲到这里，提醒大家看视频时也要保护眼睛，别让眼睛太过疲惫。要是视频看多了，不妨试试左下角汽水音乐里的听抖音功能，支持锁屏播放自动连播，无论是听剧还是听解说都超方便。摸鱼上班两不误，还能让眼睛好好休息放松，赶紧去体验一番吧。随着房门被猛然撞开，阿伟当即拉弓射箭开始了攻击。在一阵慌乱又紧张的应付后，屋内总算是恢复了平静。意识到大家的衣服都沾染了真菌，强叔立刻命令儿子脱光金姐。可即便是这样，还是晚了一步。金姐一口老痰吐在地上，地上的东西竟然开始了生根发芽。随后强叔给金姐进行了治疗，但他并不能保证一定可以清除真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阿伟殷勤地为金姐端来了早餐，眼神却死死地盯着她的大腿。落落大方的金姐也不避讳，还拿出手机展示了更有趣的东西。阿伟从未见过手机，想不到小小的里面还有更漂亮的女人。如此一幕让回来的强叔愤怒至极，他不仅当场摔了金姐的手机，还命令她赶紧滚出这片森林。原来强叔想让儿子永远留下来，所以他不允许外界的任何东西出现。在思索了许久之后，强叔决定送走金姐。虽然他们相处的时间只有短短2天，但阿伟已经彻底迷上了女人，从他的表情就能看出不舍。可面对父亲的威严，只能乖乖服从。金姐也想带着阿伟一起离开，不过显然强叔不会同意。在路上，金姐询问，既然这里危险重重，为何还要留下来继续生活呢？强叔说自己和阿伟已经适应森林，况且这是大地女神盖亚的恩赐，怎么能轻易的放弃神的庇佑呢？行至半路，金姐发现了老田的手电筒，顺着地上的足迹一路寻找，很快便看到了令人难过的一幕。只见老田已经和大树融为一体，身上还长满了各式各样的蘑菇。此时的老田还有气息，他用尽全力想恳求金姐了结自己。听清话语的金姐下不了手，可一旁的强叔却不含糊，他拿出一个弓箭塞进老田的嘴里，直接1秒钟让其变成了老参。然而悲伤的感觉尚未散去，森林深处却传来了恐怖的嘶吼。预感到不妙的强叔担心阿伟，于是丢下金姐朝着家的方向跑去。金姐见状知道自己走不出森林，也只好跟着他重新回到了木屋。当天晚上，金姐的耳朵里竟然长出了一朵蘑菇，她惊恐的赶紧抓挠阻止，却赫然看到腿上也长出了几朵。联想到同伴老田的遭遇，于是他恳求强叔救救自己。然而此时的强叔却充耳不闻，随即便独自离开了房子。无奈的金姐看向了一旁的阿伟，试图想从他这里得到帮助。单纯的阿伟根本不懂他的心思，仅仅是几句话便沦陷在了温柔之乡。不久后，强叔突然推门而入，金姐和阿伟则赶紧分开了彼此。两人低头整理着衣襟，丝毫没有注意到强叔失落的神情。原来刚才强叔又一次来到了树洞前，并虔诚地献上了自己的贡品。遗憾的是，这次树洞没有接纳东西，反倒是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要求，否则以后便不再产出解药。强叔听后非常沮丧，而后又痛苦地瘫软在了地上。次日，强叔像往常一样给儿子投喂解药，但阿伟的心里却有了一个想法。他越过父亲，快速回到家里，然后对着屋里的金姐就是一吻。原来阿伟并没有吃下解药，而是用这种方法将其送给了金姐。回来后的强叔猜出了怎么回事，但他并没有拆穿儿子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阿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心，他每天都和金姐黏在一起，亲密的举动像极了一对恋人。随后，阿伟带着金姐去见了自己的母亲。此时的女人好像并没有死，而是和一棵大树融为了一体，就连她戴婚戒的手掌也变成了树枝。看到这一幕的金姐非常诧异，眼前的一切也再次刷新了她的认知。几小时后，两人开开心心地回到了小木屋，强叔也自然看到了儿子的变化。此刻的他心中有些愤怒，随即又想起了树洞的命令。原来那晚树洞提的要求是献祭阿伟，本来强叔并不打算这样做，但现在看来儿子似乎已经不属于他了，而金姐随时都有可能勾走阿伟。果不其然，趁着强叔凌晨提前起床的功夫，金姐则悄悄叫醒了阿伟。她想让阿伟带自己离开森林，并坚信外面的科技能够治好他们。然而两人还未行走多远，就被有防备的强叔堵住了去路。见此情形的金姐掏出匕首威胁，岂不料强叔却不顾危险顶了上去。金姐告诉强叔，这样囚禁阿伟是犯法且不道德的，她要带阿伟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，并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。深谙儿子性格的强叔也不慌张，他不仅搬出妻子的临终遗言营造气氛，还劝诫儿子一旦出去就会被金姐出卖。外面的世界人性险恶，环境复杂，所以倒不如留下来继续朝拜盖亚女神。届时只要进入极乐世界，那么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。一番洗脑言论让阿伟有些恍惚，不知不觉中又回到了父亲的怀抱。金姐见状也没了脾气，只好无奈地选择了离开。然而回去后的阿伟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的父亲已经做了一个决定。紧接着强叔带着儿子来到了树洞面前，并要求他跪在地上祈祷。随着强叔一刀划向儿子的后背，阿伟这才意识到父亲起了杀心，
滴落的鲜血唤醒了沉睡的树洞，直接伸出触手开始控制阿伟。此刻的天空刹那间变成了黑夜，强叔也准备好了给儿子致命一击。危机时刻，金姐赶了回来，并拉弓射箭阻止了强叔。原来他不甘心就此放弃，但也没想到强叔竟然已经变得疯狂。阿伟见状赶紧挣脱束缚，然后冲上去和父亲扭打了起来。在一番激烈的缠斗过后，强叔不敌阿伟倒在了地上。此时的阿伟没有狠下死手，而是留下父亲让其自生自灭。稍后时分，回到木屋的金姐突感身体不适，她弄来浴盆清洗全身，但已经附着的真菌还是滋滋作响。直到第二天醒来，金姐的全身还是长满了蘑菇，很显然这个速度超出了预期，也暗示树洞的确有一种神奇的魔力。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被吞噬，金姐恳求阿伟了结自己的生命。虽然在感情上有些不舍，但阿伟最终还是送走了他。这下森林里只剩下了阿伟，但此刻的他已经被金姐完全开窍。几天后，阿伟来到了森林之外的大城市，并第一次尝到了汉堡和可乐的味道。然而就当他离开之后，桌子上留下的残渣却起了变化。只见真菌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蔓延。原来，阿伟才是真菌的传播者，而不是之前认为的孢子本身。至此，本片结束。